很多人以为炎症嘛，就是红啊、肿啊、热啊、痛啊，那个叫做急性炎症啊。真正影响我们一辈子健康的是慢性炎症。慢性炎症你没感觉的，一点一点的在摧毁你的健康。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管理我们的生活，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炎症。我们来看一看3件小事和3件大事。如果你吃的是高糖饮食的同学，第一件小事，调整你吃东西的先后顺序，先吃菜，第二个吃蛋白质跟脂肪，最后吃你的碳水化合物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先吃菜可以让血糖上升的速度变慢，再吃蛋白质跟脂肪把你的胰岛素给稳住，最后吃碳水，比较不容易血糖出现山峰型的变化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一天血糖曲线的图形很关键，海浪型的图形安全。如果你的图形是山峰型的，那你的血糖图形呢就是一个制造炎症的机器了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动态血糖图形可以帮助你做判断，这是第一个小事。第二件小事情呢，很多同学觉得说要让身体好，要把它养得好好的，供得好好的，尽可能的不给它压力，尽量的让它越舒服越好。其实我们身体呢，偶尔是要给它一点点压力的哈，不是说压力越大越好，但是把自己养得妥妥的，每天躺在那边一点压力没有，其实呢对你还是比较不利的。身体要有一点压力，身体才会有比较好的恢复的。所以轻微的压力你做什么呢？比方说你去快走个10分钟20分钟，出一点汗，对身体都是一种压力啊。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洗热水澡洗完了，最后的时候你把热水转到冷水，20秒就好了，不要多，20秒就好了，不要多。但是我同学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心脏不好的，如果血压很高的，你们不适合这么做哈。你的度要如何把握呢？如果说你转到冷水以后，你冷到会身体发抖，表示水太冷了。只要没有到身体发抖的状态 OK， 发抖与不发抖跟神经有关啊，所以如果说会发抖了，就表示过度了。这个20秒给你身体带来的压力啊，其实是在帮你身体调节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稍微空腹啊，有一点微微的饥饿感，其实是一件好事的。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系统开关的，有一个开关叫做 AMPK， 有一个开关叫做 mTOR。我们平时频繁进食的时候，我们身体的 mTOR 开关是全开的， AMPK 的开关始终是关着的，在我们身体就没有办法抗炎，没有办法恢复。所以如果我们给身体一点点这种压力的话，有一点空腹啦，有一点压力，有一点刺激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 AMPK 的开关打开，让 mTOR 的开关稍微关掉，让我们身体有恢复有修复的机会啊。所以这件事情看似不重要，但是呢其实对我们还是蛮有帮助的。这是第2件小事。第3件小事呢，就是把你家里面吃东西用的油呢把它换掉。你不能够再用精炼的大豆油了，玉米油啦，葵花籽油啦，所谓的调和油啦，叫外卖外食餐厅里面用的油基本上都是这些油。这些油的底层问题就是 Omega-6 偏高，而且这种油脂因为它们精炼的很容易氧化，所以这些油脂吃到身体里面以后 Omega-6 高，容易氧化，直接伤害身体细胞的，它们是一个蛮重要的慢性炎症的来源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呢必须要做。换成什么油呢？你可以吃初榨橄榄油，你可以吃动物油，牛油啦，猪油啦，你可以吃第一道的头道的茶油，不是任何茶油，头道的茶油，这些油呢都很合适。你做了这3件小事以后，慢慢的你会感觉出来身体有变化的，你的慢性炎症渐渐的会出现改变的，这是在你生活里面就能做的3件小事情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讲3件大事了。大多数的同学还是吃高糖饮食的，你认真的要把血糖和胰岛素的这件事情搞明白啊。血糖的波动导致胰岛素长时间的在高位，这2件事情都是促炎的，所以血糖的稳定可以给你身体的慢性炎症带来非常大的贡献的。每一天看一个24小时图形的变化，可以给你提供非常多的参考价值的。如何让你的血糖和胰岛素变得比较稳定？吃高糖饮食的同学，当然你需要降低碳水化合物热量的摄入，控制你进食的频次，然后呢做间歇性的断食。你的目标不是把血糖控得越低越好，你的目标是把血糖控得越稳定越好。那么这样呢，对你的慢性炎症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第2件大事是什么呢？降低内脏脂肪。我们一般人要降低身体的皮下脂肪都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要降低内脏脂肪呢？降低内脏脂肪是重要的。内脏脂肪就是一个促进炎症的一个器官呢，它会不断的释放促炎因子出来的。那么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？你要做的就不是单纯的减体重，也不是单纯的控制一下血糖，这个时候你真正要认真的考虑
生酮饮食了。有科学研究证实，酮体本身是一个可以降低炎症的，会让我们的内脏脂肪得以改善的。第二一件事情呢是力量训练，力量训练维持一段时间之后，对于降低内脏脂肪是有帮助的。另外一个重中之重的，你生酮饮食之后，你的胰岛素长期就会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了。这个对于消除、降低我们身体的内脏脂肪是会有重大贡献的。第三件大事呢，是比较少人关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修复我们血管的内皮啊。炎症的一个核心的位置是在血管的，血管内皮受损了以后呢，炎症就停不下来了，修复也就启动不了了。在现在这个年代，血管内皮受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？血糖波动，胰岛素高位。所以你把血糖控制平稳，胰岛素下来了，对于修复血管内皮呢，你就有这个环境，就有这个机会了。那这个时候你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呢？一氧化氮，因为我们身体、我们血管制造一氧化氮就在内皮细胞上面制造一氧化氮的。当你的血管内皮受损的时候，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严重的下降了。一氧化氮下降的后果是什么呢？血管收缩，血管不容易舒张，血管的循环不好，灌注就不好。慢性炎症就会变重的。在你内皮细胞没有完全恢复好之前，有什么样的饮食方式、生活方式可以提高你身体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和机会呢？第一个，各位，甜菜根提取物；第二个，每天吃芝麻菜。所以我自己的习惯，每一天必然有芝麻菜，而且我吃生的。镁很重要，抗氧化剂很重要，这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你的内皮得到修复。那你把血糖控制好了，胰岛素控制好了，把血管内皮做一个很好的修复，它对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修复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所以我们讲的是三件大事跟三件小事，真正做的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件事情是把血糖的环境控制好，第二件事情让它把内脏脂肪给用掉，第三个我们血管的状态。这几件事情我们把它管理好了之后，对于我们控制慢性炎症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。